胡麻子点了点头，随后众人跟随着陈平离开了。若是那神秘组织再来人，陈平也不知道能不能对付，所以还是先离开再说。陈先生，接下来我们去哪？云无涯问道。去天眼宗，这里距离天眼宗应该只有万里吧？陈平说道。不错，这蛮荒古族距离天眼宗只有万里，用不了几天就能赶到。云无涯点了点头。陈平带着众人朝着天眼宗而去。可刚刚行了一天，陈平的脸色就微微一变，前面的气息不对。陈平戒备地看着前方，只见前面一道道血色雷电在不断地轰击着某个地方。云无涯只是看了一眼，赶忙说道：“陈先生，那是血色雷劫，是有人要突破3重天，去4重天了。这也预示着从一个散仙要变成地仙，成为名正言顺的仙人了。这雷劫看起来有些恐怖呀。”陈平仔细看着前方的血色雷劫，他现在的实力应该也足以去4重天了，只是这雷劫陈平还不知道，于是说道：“走，我们去看看。”陈先生，这雷劫十分的恐怖，并不是每个前往4重天的人都可以成功的。若是失败，雷劫肆虐，我们怕是有风险。云无涯对着陈平提醒道：“没事，比这再厉害的雷劫，我也能降服。”陈平说完，直奔那血色雷劫而去。胡麻子他们见状，也只能跟了过去。云无涯一咬牙，也跟了上去。在距离那雷劫100里的时候，就能感受到血色雷劫那恐怖的威力，这让陈平他们前行都变得有些困难起来。轰隆隆，一道血色雷劫从天而降，可同时一道罡气突然冲天而起，直接把那血色雷劫给挡了下来。陈平不由得一惊，他没想到3重天还有如此厉害的人吗？定睛看去，陈平看到在那片雷劫之下，一名身穿淡蓝色长袍，手中拿着一支毛笔，看起来十分儒雅的中年人，正凝视着天空中的雷劫。中年人的眼中充满了战意。在那中年人的身后，无数顶级修士一个个盘膝而坐，一道道气息从这些人身体散发而出，不断汇入那中年人的体内。陈平看到那中年人是散仙境巅峰的境界，散发出来的气息十分的强大，比起那七殿主都要强上一些。最主要的是他身后的那些顶级修士，其中很多人都是散仙境7、8品，其中更有5个散仙境9品修士。这些人眼中全都是视死如归，不要命的把体内的气息输送给那中年人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胡麻子见状，十分不解地说道：“这是要以全族之力护送这中年人飞升4重天呀。”云无涯说道：“全族之力？难道仅凭着这中年人的实力，还扛不住血色雷劫吗？”陈平很是好奇地说道：“按道理说，男人是散仙境巅峰了，若是再提升境界，那就是地仙了。可要达到地仙，必须去4重天才行。毕竟3重天之下跟着4重天并不在一个位面世界，36重天每3重天是一个位面世界的。这血色雷劫可不只看境界，还要看肉身的强悍，更加要看实力。能够飞升到4重天的修士，那可是屈指可数的。所以有点的家族为了让自己家族中出现一个地仙，所以要举全族之力。不过这样也有危险，一旦失败，全族都跟着遭殃的。”云无涯说道。陈平听后不由得感慨起来，这是赌上全族的命运了。轰隆隆，又是一道血色雷劫而下，中年男子手里的笔突然爆发出金光，然后奋力一挥，一道金色罡气在半空形成，可在触碰到血色雷劫的时候，却直接破碎，雷劫轰然而下。中年人男子身后的那些修士，一个个眼中露出惊恐和绝望。他们知道，一旦失败，所有人都难逃厄运。望着滚滚而来的雷劫，中年人深吸一口气，身体瞬间化作一道流光。这家伙竟然要用身体硬抗这血色雷劫，为了自己的家人，为了自己的族人，
他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轰！那道流光瞬间把雷结撕碎，而众人的眼中再次燃起希望。不过希望刚刚点燃，无数的血色雷劫再次来临。中年人男子拼命怒吼着，手中的笔不断挥出一道又一道的金光，把下面的族人隔绝。他知道自己失败了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整个族人都跟着遭殃。血色雷劫越来越多，而中年男子的气息开始微弱。下面的族人一个个拼命地给男子输送着体内的气息，有些族人直接吐血倒地，整个人虚脱而亡。就这样，又是10几道血色雷劫过后，中年男子的气息已经在不断下降。命，这或许就是我无忧一族的命。族长，罢了，罢了。有人已经消耗了毕生修为，在说完之后也直接倒地而亡。中年男子看着一个个在死去的族人，轻叹一声，眼神中满是黯然失色。败了，他们所有族人都将消失。为了赌一个地仙境，如今搭上了全族的性命，值吗？中年男子此刻已经迷茫了。不过中年男子的目光突然看到了陈平，他发现陈平在面对着眼前血色雷劫的时候，竟然一脸淡定，毫无惧色。这位公子，可否助我突破这血色雷劫？中年男子对着陈平问道。陈平摇了摇头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抗住这血色雷劫，又怎么帮那男子呢？中年男子听后，眉头微微一皱。虽然陈平只有散仙境5品的境界，不过他总感觉陈平实力绝对不一般，要不然面对着血色雷劫，就算是散仙境巅峰也会瞬间变色的。所有族人听令，拿出你们的储物袋。中年男子大声说道。上万名族人并不知道为何会如此做，但全都乖乖的照做，把身上的储物袋拿了出来。中年男子手掌一挥，那上万储物袋直接飞到了陈平面前。这些资源给你，助我突破血色雷劫。中年男子焦急地说道。如果再没有人帮忙，他根本突破不了，到时候整个无忧族也就完了，不复存在了。陈平看了一眼那些储物袋，并没有说话，还是摇了摇头。为了这些东西冒险，不值。中年男子眉头皱起，随后再次开口道：这位公子，我可以不突破这血色雷劫，但请你救下我几名族人，以让我无忧族不至于覆灭。说完，中年男子手掌一挥，数十名年轻男女全都飞起，直接到了陈平面前。陈平看了一眼面前这些惊恐的年轻男女，随后好奇地问道：你怎么知道我能挡下这血色雷劫，救下你这些族人？感觉，中年男子说道。不过公子若是不能挡下血色雷劫，我族人全都覆灭，我也不怪你。这些储物袋依然是你的。陈平笑了，看着那中年男子说道：你们族人全都覆灭，我帮不帮忙？这些储物袋还不一样是我的，难道你们都死了，还能阻止我不成？中年男子一听，顿时呆住了，直接无话可说了。他们这些人若是都死了，身上所有东西还不是一样归陈平所有，人家压根也用不着帮忙。要帮便帮，不帮拉倒，我们不怕死。一名身穿白色长衫的青年十分不悦地瞪了陈平一眼。这青年也在那数十名修士之中，并且还是散仙境8品的修为，如此年轻就有这种修为，确实很有天赋。陈平扫了一眼这数十名修士中，全都是年轻一代，天赋妖孽之人，看来这是要给他们这无忧族保留火种的，不得无礼。这时一名女孩站了出来，脸色微微泛白，可双眼之中满是镇定。这位道友，实在对不起，是我们无礼了，帮不帮忙都是你的权利。女孩说完，看向那数十名修士道：这可能就是我们无忧族的命，认命吧，陪着族长拼了。拼了！数十名修士打算跟着那族长一起再去对抗血色雷劫。中年男子轻叹一声，一脸的无奈。
他原本要给族群留下火种，将来无忧族还能壮大起来。可是现在怕是以后不会再有无忧族，整个无忧族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。等一下，陈平突然开口道。中年男子眼中瞬间闪过希望，而胡麻子则是拉了拉陈平道：陈平，你可想清楚，这血色雷劫很恐怖，你能帮这些人挡下吗？帮所有人挡下雷劫不可能，但是这几十名修士还是可以一试的。陈平说道。公子，你愿帮我们吗？中年男子期盼地问道。我不是帮，而是交易。陈平说完，直接一步踏出，进入到了雷劫区域。只见陈平掌心向上，一道金光冲天而起，随后在他的四周形成一道金色护盾。这金色护盾把那数十名修士全都笼罩起来。中年男子见状，露出一丝笑容，眼神中再也没有了牵绊。一道道雷劫轰然而下，中年男子爆发出的罡气开始变得虚幻。其他所有的族人此刻也都到了最后时刻，他们再也没有能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雷劫轰然劈下，然后带走一片一片人的生命。原本他们以为全族之力可以抵挡血色雷劫，把他们的族长送上4重天，达到地仙境界。可是现在他们想的太过简单了。而此刻陈平的体内无数的能量在爆发，支撑着那金色护盾。一道道雷劫打在那护盾之上，并未穿透护盾。数十名修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族人惨叫着，被雷劫收割着生命。你在干什么？快点救救他们呀！白衣青年见状，对着陈平大吼着。他认为陈平只有把这护盾扩大，就可以救更多的人。陈平没有搭理他，全身心地开始抵抗着那雷劫。而那女孩则是瞪了白衣青年一眼道：闭嘴！中年男子望着自己的族人被雷劫吞噬，也终于放弃了。啊！一声怒吼，中年男子整个人都燃烧了起来。族长，在陈平金色护盾之下的数十名修士看到这一幕之后，全都痛哭起来。中年男子灰飞烟灭，所有的族人也被雷劫吞噬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雷劫消失了，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满地的尸体充满了血腥味。陈平撤去金色护盾，整个人脸色苍白，看起来十分的虚弱。拯救这几十人，陈平就几乎消耗了所有的力量。想救其他人，陈平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救我们族长？你明明可以的。白衣青年怒视着陈平，开始指责陈平。胡麻子他们冲了过来，紧接着胡麻子直接给了那白衣青年一巴掌。记住，他能救你们，也同样能杀你们。胡麻子说完，然后扶着陈平道：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陈平摇了摇头，不过突然眉头皱起，双眼警惕地看向远处。他们来了。陈平脸色凝重道：走！胡麻子也感觉到了，马上带着陈平他们瞬间离去。无忧族的数十名修士见状，也瞬间跟了上去。就在这些人刚刚离开，3道被黑袍包裹的身影出现了。看着满地的尸体，3人露出满意的笑容。随后3人分工合作，开始收集这些尸体中的亡魂。陈平他们足足逃出数千里，才停下脚步。此刻陈平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刚刚消耗太大，没来得及补充呢，这有奔逃这么远的距离，看来我这肉身还需要练呀，要不然我也看不住那血色雷劫到达4重天的。陈平感受着身体的疲惫和疼痛，很是感触地说道。陈平决定找机会要连连得到的蛮荒炼体诀，让自己的肉身再强悍一些。这段时间实力增长太快，陈平对于肉身的淬炼明显有些跟不上了，再加上赤云魔君一次次附体，搞得身体全都是伤，陈平必须要尽快提升肉身了。道友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女孩走过来，跟着陈平道谢。谢他做什么？他是收了我们的所有资源，才会这样做的，这是交易，
用不着感谢他。况且他明明可以救了族长，但是他却袖手旁观，这种人根本就没有同情心。白衣男子怒视着陈平，如同看着仇人一般。把嘴给我闭上！女孩大怒，对着白衣青年吼道。而陈平冷冷地看着那白衣青年，紧接着手掌轻轻一挥，无数的储物袋出现在众人眼前。这里面哪个是你的储物袋？陈平对着那白衣青年问道。白衣青年张了张嘴，却并没有说什么。道友，这个家伙嘴欠，希望你不要生气。女孩见状，赶忙跟着陈平道歉。陈平没有搭理那女孩，而是对着白衣青年继续问道，哪个是你的储物袋？马上拿走。白衣青年见状，手掌轻轻一挥，一个储物袋瞬间飞到了他的手上。这个储物袋就是我的，白衣青年说道。既然储物袋拿回去了，那我也就不欠你神。你这条命是我救的，我也该拿回来了。陈平冰冷地说道。白衣青年一愣，随即大喝道，你想做什么？道友，他知道错了，希望道友。女孩也想跟着陈平道歉，可是陈平却突然一挥，手中出现斩龙剑，一道剑芒顺势而出。那白衣青年来不及任何的反应，脑袋瞬间被斩掉了。看到白衣青年的脑袋掉了，数十名修士全都震惊，然后怒视陈平。这些人想要对陈平动手，可是却被那女孩拼命拦住，谁都不准动，这时他咎由自取。这位道友没有做错什么。女孩大声喝止了这些人。陈平只是冷眼一扫，你们的命是我救的，我可以随时收回。若是不想活了，那就拿回你们的储物袋。陈平的话让这数十名修士全都低头不语了，没有一个人再敢动。他们见识到了陈平的本事，哪里还敢？道友，你救了我们的命，我们十分感谢你。有人竟然不知道知恩图报，还要道德绑架道友，活该死了。女孩拼命讨好陈平，不知道道友姓什么叫什么，我们能否跟随在道友身边呢？女孩知道，单单靠着他们这些人，想要重新创建无忧族，那是十分困难的。搞不好他们这些人慢慢都会被人杀死，所以必须要找一个靠山，有了靠山，一切都会变得顺利起来的。现在他想找陈平当靠山，陈平也早就看出女孩心思，冷哼一声道，你们好自为之吧，现在开始我们两不相欠。说完，陈平带着胡麻子他们转身离开了。望着陈平消失的背影，女孩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只能带领着剩余的族人也离开了。至于以后能不能重振无忧族，他们谁都没有底。陈平带着胡麻子他们再次行进千里之后，找了个隐蔽的地方，陈平让胡麻子几人给他护法，他要进去镇魔塔中恢复一下。若是以现在的情况，怕是根本就没办法灭了那天眼宗的。陈平在镇魔塔中不断恢复着，对于所需要的资源，现在陈平不需要任何的担忧。从蛮荒古族还有这些无忧族手里的到的资源，足够他消耗一阵子了。在恢复的同时，陈平也开始练习蛮荒炼体诀。就这样，陈平在镇魔塔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当他在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身体四周竟然有淡淡的光晕在包裹着。深吸一口气，陈平发现现在的肉身强悍程度，比起一开始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不得不说，这蛮荒炼体诀还真是个好东西，对于肉身的淬炼帮助很大。伴随着肉身强悍的增加，陈平的实力也在无形之中增加着。从镇魔塔内出来，陈平望了望天空道，胡大师，过去多长时间了？才过去短短3天而已。胡麻子说道。陈平一听，知道自己在镇魔塔内恢复了整整1年了。陈平，你怎么样，都恢复了吗？霍晶晶和莫青云关心地问道。没事了，我们可以继续出发，去那天眼宗了。陈平微微一笑道。云无涯带路，众人直奔天眼宗而去。天眼宗坐落于天眼峰，常年被阴云仙雾笼罩，
山门牌坊以万年玄冰雕琢，上书天眼道统，万载长青8个古篆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当陈平一行人出现在山脚下的问道坪时，立刻被2名身着月白道袍的守门弟子拦住。何方修士擅闯天眼宗地界？为首弟子斜睨着陈平，目光在他身上扫过，见陈平其气息内敛，并未显露出骇人的修为波动，语气顿时带上了几分轻蔑。我天眼宗乃是大宗，不接待一些阿猫阿狗，非请莫入，速速离去。胡麻子刚想上前理论，却被陈平抬手制止。陈平抬眸望向那高耸入云的山门，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。让你们天眼宗管事的出来，我来取他狗头。话音落下，四周空气骤然一凝，2名弟子先是一怔，随即爆发出哄笑。哈哈哈，哪里来的狂徒，敢在天眼宗门前大放厥词？看你修为不过散仙境5品，怕是脑子被驴踢了吧？就凭你也敢来闹事？其中一名弟子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祭出一柄青色小剑，剑尖直指陈平眉心。速速滚蛋，否则别怪我等手下无情，让你尝尝天眼宗剑法的厉害。陈平甚至懒得抬眼，只是周身气势微微一动，嗡，一股无形的威压如9天银河倾泻而下，瞬间笼罩整个问道坪。那2名散仙境6品的弟子只觉一股泰山压顶般的力量袭来，扑通2声跪倒在地，浑身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咔声，口中鲜血狂喷，青色小剑当啷落地，碎成齑粉。你是什么人？其中一名弟子满脸惊骇地问道。陈平并未回答，只是一个眼神，那弟子的身体瞬间爆开，鲜血飞溅了另外一名弟子全身都是。另外一名弟子吓傻了，赶忙额头重重磕在石板上，前辈饶命，前辈饶命。陈平默然走过那弟子身旁，脚下连一丝停顿都没有。聒噪！陈平一行人踏入山门，沿途巡逻的弟子见状纷纷惊呼，立刻有人敲响了报警金钟。当当当，洪亮的钟声在天眼峰上回荡，惊动了正在闭关的长老们。很快5道流光从天眼峰各处飞射而至，落在陈平面前。为首的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，身着杏黄道袍，腰间悬挂着一枚刻有天眼长老字样的玉佩，正是天眼宗分管刑罚的赵长老，散仙境8品修为。赵长老目光如电，扫过陈平一行人，最终落在陈平身上，眉头微蹙，阁下是何人？为何擅闯我宗，伤我弟子？他能感受到陈平身上那股深不可测的气息，并非像表面看到的散仙境5品。不过赵长老却并未太过在意，天眼宗作为大宗，散仙境6、7品修士多如牛毛，即便陈平隐藏了实力，也未必能在天眼宗讨到好。我来灭门。陈平言简意赅，语气平淡的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灭门！赵长老身后的一名中年长老忍不住嗤笑出声：小子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天眼宗历派万载，出过3位地仙境老祖，全都飞升4重天，岂容你个小毛孩子在此放肆？我天眼宗跟你无冤无仇，不知道阁下为何要灭我天眼宗满门呢？赵长老十分不解地看着陈平问道。另一位长老则冷声道：赵师兄，跟这小子废话什么？先拿下再说。说罢，此人袖袍一挥，18杆红色小旗冲天而起，瞬间布下一座弥天大阵，红色雾气弥漫，无数刺耳的叫声从中传出，直刺人神魂。哼，雕虫小技。陈平冷哼一声，甚至没有祭出斩龙剑，只是屈指一弹，一道金色指芒破空而出，如热刀斩黄油般洞穿红色雾气，砰的一声击中那18杆小旗，刹那间小旗寸寸碎裂，大阵轰然倒塌。那名布阵的长老只觉心口一震，气血翻涌，连连后退数步，嘴角溢出鲜血。